写轮眼13万，战绩11万，哇，银狼伤害最高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黄。金流抽回来的第一天，我已经拉到80等级了，给大家看看我的面板。最主要我堆的是速度还有双爆，这边我的暴击率已经溢出了，因为我的天赋在变身的时候呢，会给大概50的暴击率，然后加上我带辅旋，所以是暴击率已经溢出了，所以是堆到蛮高了。我这边大概40到30左右就够了，其实如果有带辅旋的朋友。好，光锥呢，这边我用的是这个黑塔光锥，然后没有叠影，因为叠影器不够。金流的天赋呢，最主要点的是战技、天赋跟大招，因为它的战技呢是占最大的伤害的，然后它的天赋是因为给暴击率，然后还有抽队友的血给攻击力，所以这一个也会相对的加到战绩里面去，所以第二个我推荐。然后第3道大招，它大招其实也是蛮痛啊，因为它的其他天赋里面就好像这个天赋变身状态的时候呢，伤害又会再提高，所以关于金流呢，最好是在变身状态的时候开大，这样才会比较痛。金流的另一个天赋呢，也就是在它变身状态的时候，效果抵抗提高35%。这一个就是当它还没有变身的时候呢，使用战技行动会提前10%。由于金流的这一个天赋呢，是会给很多攻击力的，所以听云这种攻击力的真伤拐呢，没有那么适合金流这一个角色。金流比较适合的队友呢，有佩拉、银狼和布洛尼亚这种加爆伤跟减防的，会比较适合他。关于他的秘技呢，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。动到口破坏物的时候呢，会自动破坏；动到敌人的时候呢，会把敌人冻结起来。我觉得还是蛮有趣一下这个玩法，在大世界的时候直接把敌人冻起来。然后你有秘技的时候呢，开菜单呢是不一样一点的。这个秘技呢，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当我们进入战斗的时候呢，恢复15点能量，还有获得一层朔望。这个朔望呢，当我们有2层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金流就会脱下眼罩，进入第2个状态。然后当你进入这个第2个状态的时候呢，是会给很多的暴击率的，而且那个状态下呢，你是打不了普攻的，只可以打战技。然后你所打的战技呢，是不会消耗战技点的，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看。然后这个第2个状态的时候呢，你的战技呢会变成扩散伤害，而且当你打这个战技的时候呢，是会烧队友的血量的，但是这个血量呢是烧非常少的，就算带辅旋呢也不会影响很大。这个所谓的朔望呢，其实有3种方式可以得到。第一种是开秘技，第2种是开战技，第3种就是开大招。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用大招来叠朔望，因为这边已经有一个天赋告诉你了，你的伤害打得高呢，最好是你进入那个摘眼罩的状态的时候。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用战技和这个天赋来叠那个朔望。好，关于仪器的选择呢，外圈我选的是冰套，内圈我选的是繁星竞技场，因为金流大部分的伤害都是在战技。好，关于仪器的主词条选择呢，衣服我选的是暴击伤害，因为我暴击率已经堆到30%以上了。鞋子呢，我有准备2个，一个是速度，一个是攻击力。最后我选的是速度，后面大家就会知道原因，因为我有做测试。然后冰上球，还有攻击绳子，因为它其实不会缺充能的，也不用特地带停云，我觉得它的轴是蛮舒服的。星魂这边我是0命。好，现在是速度鞋测试，给大家看看我的手法，顺便说明一下一些小小的细节。好，我先佩拉减防进入。好，银狼上落点，辅旋普攻，下一个到净流战技，然后进入变身状态，然后战技不会扣点的。这个时候配合佩拉的4命开战技减冰抗，然后银狼普攻开大，量子击破。因为我们现在有2个减防角色，量子击破就会很痛了，当你叠满层数的时候。然后佩拉再开大减防，这边可以看一下，我已经叠了很多减防御力了，而且刚刚佩拉是有开战技的，那个减冰抗也有，差不多是叠满所有的 buff 了。好了，开大吧，开大，吃冰套加爆伤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爆伤已经来到220了。好，开战技。已经达到10万了，然后在这个队伍里呢，我的击破银狼呢已经是可以达到14万了。我自己测试了蛮多次的，在带速度鞋的情况下呢，通常可以在27到26回合结束。好，现在到攻击的鞋子，一样的手法，我开始叠 buff 先。好，开大，打出了13万这边。
好，给大家看看我这个攻击鞋子呢，暴击伤害比较高了，所以是靠近230的爆伤了，暴击力低了一点点，没有白爆了，打出了11万。好，银狼击破收尾22万，原来最高伤害的是银狼。我自己呢测试了蛮多次过后呢，我发觉攻击鞋子呢大概在26到25回合，所以是速度鞋子会比较快，因为速度鞋子可以在27到26回合。这边给大家看看2个战绩跟大招的分别。因为我自己没有布洛尼亚呢，所以我觉得带速度鞋会比较优，因为速度鞋比较快结束回合。好的，我这边就做一个总结吧。关于净流这个角色呢，我比较推荐没有什么主 C 的朋友可以抽，因为它伤害其实是蛮不错的，而且它在变身状态的时候呢是不会耗战绩点的。由于我现在这个队伍呢是没有布洛尼亚的，如果各位有布洛尼亚的话呢，伤害可能会更加的高。而且当你们带布洛尼亚的时候呢，你们的速度应该就是够了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把你们速度鞋换去攻击鞋，收益会比较高。所以我比较推荐有布洛尼亚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角色啦，伤害是蛮不错的，而且它耗点真的是非常少。由于小黄我呢是有比较多队伍的，希尔量子队伍、卡夫卡持续伤害队伍、隐约军虚数队伍，还有最新的这个冰上净流队伍。在小黄我呢有这么多个队伍情况下呢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希尔量子队伍，还有卡夫卡持续伤害队伍。这边特别说一说原因吧，因为希尔量子队伍呢有银狼在里面，不管对方是什么弱点，只要我带一个银狼，我就可以上量子的弱点。不管你平时打副本还是你打混沌回忆，其实都蛮好用的这一个队伍。然后下一个呢，我推荐卡夫卡这个队伍呢，是因为卡夫卡这个队伍的光锥啊、仪器啊很好毕业。卡夫卡可以用所谓的平民光锥，就是黑塔现在都有一个新光锥给卡夫卡了。再加上持续伤害队伍呢是不看双爆的，你堆攻击力，然后再堆速度，然后等级拉上去，伤害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卡夫卡这个队伍呢是非常好毕业的，这么多个队伍里面。关于我自己的情况呢，抽一个净流回来呢，算是锦上添花吧。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兵系主 C 的，所以我抽兵系主 C 呢，算是完善我的队伍，在应对不同的场景的时候呢，我有不同的对策。好的，净流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多留意一下我这个频道吧。再见各位，拜拜。